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 KTM 1290 ADV 发展史。国内某友将这个车型称之为大野驴，这个形容词主要说的是 KTM 的前脸造型，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头野驴一样，更是形容它的动力非常野，并且很多人会拿 KTM 1290和宝马 GS 1200去比较。不过我觉得这两个车虽都有 ADV， 但是宝马更注重于公路巡航，有一定的越野能力、较高的通过性和走非铺装路面的舒适度，而 KTM 则完全不一样，它是有非常强的越野能力，其次是巡航的舒适度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宝马是一台通过性非常好的休旅车，而 KTM 是一台越野能力非常好的雪地型车。宝马能去的地方 KTM 也能去， KTM 能去的地方宝马也能去。如果非得挑个刺儿， KTM 在沙漠路段优势很明显，但是在戈壁、碎石路，宝马的优势也很明显。这就看车主追求哪种风格，因为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追求的风格，不可能每一个厂家都是一样的。并且 KTM 本质上它就是越野摩托，比方它的第一台雪地型车就是基于 KTM 620越野车打造的 KTM 620 ADV， 同时620也是 KTM 第一台街车，就是当年发布的 KTM 620 Duke。第二代车型发布于1998年是 KTM 640 ADV， 第三代车型发布于2003年是 KTM 950 ADV 和950 ADV S 版，同时还有950达喀尔版。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06年是 KTM 990 ADV S 版和 R 版，同时也有达喀尔版。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13年是 KTM 1190 ADV， 第六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是 KTM 1290 ADV。第七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是 KTM 1050 ADV， 第八代车型就发布于现款的 KTM 1290 ADV S 版和 R 版。我们先聊一下第一台 KTM 640 ADV。从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 ，KTM 的 ADV 本质上是将达喀尔的赛车民用，所以把前头拆下来，它就是越野摩托。这是台液冷 624cc 单缸4气门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9匹，在7500转爆发 32.5千瓦，最大扭矩在5500转爆发52牛米，5速变速箱，链条传动 WP 减震，整车净重154公斤。前轮胎21寸，后轮胎18寸，油箱容量28升。它的启动方式和越野摩托也一样，分为脚踢启动和电子启动。这台车 KTM 从98年上涨到2007年，同年份 KTM 的战车是 KTM 690 Rally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和这台车长得一模一样。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，大家千万别以为是外国人个子低，当年这台车坐高950。第三代车型是 KTM 950，同年发布的还有 KTM 950 Rally， 也是一模一样，可以说将赛车民用。这可不是胡说，这两台车有75%的相同零件。这是台液冷 942cc 4冲程75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95匹，最大扭矩95牛米，用的6速变速箱，链条传动 WP 减震。KTM 和虎斯瓦纳几乎都使用了 WP 减震，因为这个 WP 品牌是 KTM 的子公司。另外，它的座高880，净重198公斤，油箱容量22升，最高时速139公里每小时，并且从950开始 ，KTM 使用了 LC8 发动机，放弃了之前的单缸 LC4， 但是依旧没有过多的科技性功能。先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06年是 KTM 990，分为普通版、R 版、巴哈版和达喀尔版，限量版包括2驱版。这是台液冷 999cc 4冲程75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113匹，最大扭矩100牛米。从这代开始用了 10W50 的机油，上一代950用了 15W50。另外座椅高度860，净重209公斤，油箱容量20升。相比上一代增加了储物箱、防盗器、危险警告灯和一个12伏的电源插座，可关闭的 ABS， 包括前后可调悬架。这代990是 KTM 所有车系我最喜欢的车型，也是我认识 KTM 第一台车型。当年银川哈雷聚会，我们的领队骑了台 KTM 990，到今天为止记忆深刻。当时还有个外号叫大蚂蚱。谢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13年，是 KTM 1190和1190 R 版。这是台液冷 1195cc 4冲程75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达到147匹，最大扭矩达到124牛米，座高890，净重217公斤，油箱容量23升，最高时速250公里每小时。这台车它的发动机与 RC8 同款，只是内部调教不一样，并且从这代开始使用了线控油门、电子悬架，博士的轻离控制系统包括防侧倾系统，也增加了4种模式可以选择，分为运动、街道、雨天和越野。另外标配弯道 ABS。它的电子阻尼悬架有4种模式可以选择，比方说运动、柔和都可以键控制。因为对于台 ADV 车型，它的悬架至关重要，并且从这代开始有人传言它的越野模式可以碾压宝马，这个咱也没骑过就不做评价。请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
第6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，是 KTM 1290S 版、R 版，包括 T 版。这是一台水冷1301cc4冲程75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达到160匹，最大扭矩140牛米，座椅高度860，净重220公斤。相比上一代，发动机曲轴、气缸盖、凸轮轴、活塞都使用了全新的金刚石涂层，并且使用了双点火、滑动离合、巡航控制，全新的仪表盘、转向减震器，包括半主动悬架、轻离控制系统、胎压监测系统。组合式的 ABS、弯道照明灯、日间行车灯、自动重置的 LED 指示灯、加热手把、加热坐垫、可调节的挡风玻璃、防盗锁、铝制车把，包括行李架、坡道保持控制，包括汽车防滑控制、滑动离合、越野 ABS、越野 TC。越野 TC 主要的作用是可以100%打滑，也就是说后轮的速度可以翻倍，主要用于漂移使用。越野行驶模式、快速变速箱、电机差速调节等等，可以说标配了非常多的模式选择。可以说这一代1290比起宝马真的难分伯仲。第7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，是 KTM 1050，这是一台液冷1050cc4冲程75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降到93匹，最大扭矩降到107牛米，座椅高度降到了850，整车净重212公斤，油箱容量23升。KTM 1050才是一台真正的 ADV， 它的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均衡。它不像1190和1290能偏重于越野，而是试图做的更像台公路旅行车。所以在当年，它的竞争对手是宝马的 S1000XR、传祺的翼兽1000、凯旋的老虎 900XR， 包括本田的 VFR 800X， 而且它只有3种骑行模式可以选择，分为街头、雨贴还有运动模式，但是缺少了越野模式，因为越野模式是可以选择的，原厂没有标配，并且车把可以调节20毫米，脚钉可以调节10毫米，也标配轻离控制系统和 ABS。可以说有关越野的都没有标配，其他的全部都有。接下来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第8代是未上市的2021款，因为没有上市，所以许多东西不太标准。未来上市，大家发一期视频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，KTM 从开始做 ADV， 比方620、640、950、990，都是直接使用达喀尔赛车民用，可以说他们的配件功能有80%都是共用的。从1090开始增加科技功能，增加排量、增加马力的同时，有了更多行驶模式、行驶控制，也可以让普通骑手更好入门。并且 KTM 一直以来主打的就是越野，所以它的越野能力、脱控能力是不用质疑的。而且我认为全地形车除去单缸之外，微缸是最好的选择。发动机占用空间小，扭矩大，重量轻，有1匹多缸发动机在野外驾驶乐趣高，脱控能力好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